大家好啊，今天是2024年7月30号啊，给大家介绍几条科技行业的新消息。那第一条呢是关于这个特斯拉这个保险牌照的。特斯拉保险经纪中国有限公司啊，在经过4个月的简易注销程序后，似乎迎来了在中国市场的转机。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企业名称申报登记公告，特斯拉保险经纪中国有限公司的名字出现在列表中，这就可能意味着特斯拉这个计划在中国重新申请注册保险经纪公司。那之前呢，这个特斯拉保险经纪在工商注册4年之后一直没有获得监管的牌照许可，导致公司在今年的3月份不得不宣布简易注销公告。公告期呢是从3月22号到4月1号。特斯拉的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是成立于2020年8月注册资本呢是5000万人民币由特斯拉汽车香港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法定代表人是王浩朱晓彤担任公司董事长。那公司成立之初曾引起了这个业内的广泛关注。其他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像蔚来比亚迪也都相继设立了保险经纪公司。然而这个保险中介牌照的审批一直是非常严格的，所以特斯拉和其他车企呢比如说这个像奔驰汽车一样长时间呢都在苦等这个牌照没结果。那尽管特斯拉在2019年通过收购美国马克尔公司获得了美国的保险经纪牌照，但是在中国市场上呢，它是一直没有获得相应的批准。那在保险中介牌照审批停滞的这个背景下呢，包括宝马中国保险经纪在内的一些外资的保险经纪公司在2023年10月获批，给大家给市场带来了一线的希望。那新能源汽车行业纷纷的这个布局保险中介行业，就显示出这个市场潜力是非常大的。小鹏、蔚来、理想、比亚迪这些企业呢，通过收购或者入股的方式呢，都已经成功的进入了保险市场特斯拉呢，这次可能是再次尝试，可能是受到前面那些成功案例的这个鼓舞吧。同时呢，也反映这个公司对于中国保险市场这个潜力是持续看好的。但特斯拉这个新动向如果最终成功获得牌照，就标志着特斯拉在中国保险市场的正式立足也可能给其他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提供新的启示。然而考虑到这个保险行业这种监管环境和市场竞争特斯拉这个尝试还是充满了挑战。那当然了更大的觉悟我觉得可能还得和马斯克的思想觉悟有关。这个马斯克书记他需要深入学习领会新时代的叉叉叉叉精神，学透了这个牌照可能就扎实了。那大家对这个事儿有啥看法呢？你觉得老马他能拿下这个牌照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那第二个消息还是和马斯克有关。在周日的时候马斯克在 X Takeover 这个直播活动中透露SpaceX 呢第5次的星舰轨道试飞任务就 IFT-5 预计在8月到9月进行。也就是说那个 Super Heavy 超重助推器以及星舰飞船的组合体。那马斯克预测这次任务中对于超重助推器的捕获回收成功率只有 50%， 而这个星舰隔热瓦隔热罩重返大气层后仍能完好的无损的这个概率呢是 60%。 那有人说老马他这个概率是咋估计出来的呢？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一套方法的。你比如说这个 SpaceX
可能根据之前的这个试飞数据和结果呢，进行概率的估算，是吧？那虽然星舰啊是一个相对新的项目，但是他们也可能会结合其他火箭项目的数据进行分析，你比如说工程分析，是吧？那 SpaceX 的工程团队啊，可能进行了详细的这种风险分析和故障模式分析，比如说考虑了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它们发生的概率，或者呢是计算机模拟，是吧？他们可能呢就是使用了这种比较复杂的计算机模拟来模拟不同的飞行场景啊和条件，然后就得出了这些概率的估计。再一个就是这些人啊专家的直接判断。那马斯克和这个 SpaceX 的团队啊，也可能结合了很多航天专家的这种判断或者估计。另外呢，马斯克这个发言呀，可能也考虑了对公众反应，给了一个稍微保守的估计啊，因为这是一个高风险项目，对吧？他们可能采取呢相对保守的这么一个估算方法，既不想过于乐观，也不想太过悲观。我觉得这个 Starship 5啊，它星舰5的试飞呢，恐怕这个 Super Heavy 的捕获还是风险很大的。就这样，咔哧，我是谨慎悲观啊，我觉得大概率会失败，但是在轨飞行阶段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的到底准不准呢？大家还得拭目以待，是吧？你觉得这个 SpaceX 这次能有重大突破吗？欢迎大家留言啊。那第3条啊是关于日本关于自动驾驶的啊，但不是说马斯克的那个自动驾驶，而是日本共同社的一个消息。日本共同社啊，在7月29号报道啊，为了缓解巴士和出租车司机人手不足的问题，那日本国土交通省啊正在推进普及的自动驾驶巴士。由于费用成为瓶颈呢，仅有部分地方政府呢在计划运行。基于这个原因啊，这个日本国交省呢将增加支援这个购车费啊这种补助金这个发放对象扩大范围。2024年度呢将以囊括所有的都道府县的形式呢，选择94个地方政府的99个项目。如果成功的案例累积，那跟进的地方政府啊可能会更增多。它这个自动驾驶补助金的上限啊是每个项目平均 1.5 亿日元啊，大概和人民币700来万吧，707万啊。那可以用来购车、租车、安全员、人工费，包括制定这个运行计划所需的这个调查费等等。他要求啊，这个成为这个适用对象的这94个地方政府在2024年度内在公路上就运行或者是制定计划。日本政府啊认为这个自动驾驶呢是有助于解决巴士啊或者出租车司机人手不足问题。课题呢是提高技术水平。关于在这个道路环境和天气这个条件下完全由系统来驾驶，不需要司机的这个Level L4 级啊，目前呢只有在我们图示的这个福井县永平四町和东京都大田区实际在运用。日本政府啊计划增加相当于这个 L4 级的这个自动驾驶目标呢就是大致在2025年度全国增加到50处大概在2027年度呢增加到100处那么这一次的补助对象呢也是选择了今后可能过渡到 L4 的项目。我觉得吧，这个自动驾驶落实到公共交通可能呢是目前最靠谱的自动驾驶方案。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自动驾驶落地啊？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是隔三差五都能看到路上有这个自动驾驶车辆接下来呢，我们是聊一聊这个生物医药的消息第4条呢是关于带状疱疹疫苗和降低痴呆风险之间的这个潜在的联系。那么最近一项在发表在自然的子刊这个 Nature Medicine 上的研究就揭示了这个带状疱疹
和降低痴呆风险的这么一个潜在联系啊，就是那这一项呢是基于大规模的电子健康记录这个分析发现的。这个接种了带状疱疹疫苗，尤其是Shingrix 与降低这个痴呆症发病率啊是正相关的。这个发现啊在女性中尤为显著，但是男性啊也观察到了预防效果。如果这个相关性得到进一步验证啊，那么带状疱疹疫苗可能成为预防痴呆症的有力工具，对全球的公共卫生啊可以说是产生重大影响的。但是现在还是一篇论文啊，当然这个研究啊并没有直接证明带状疱疹疫苗能够延缓这个痴呆的发生，而是发现了一种相关性啊。那未来的研究啊主要是要深入探索啊这个现象背后的生物学的机制，它怎么来的，是吧？验证疫苗的这个长期效果。另外呢，这个研究还引发了关于年轻人接种疫苗的预防效果和疫苗持久性的新问题啊。所以尽管如此呢，这个研究啊还是为痴呆症的这个预防呢提供了新的希望啊，并可能呢由此激发出更多的相关研究啊，为开发有效的这种痴呆治疗的方法呀铺平道路。那随着基因技术和这个 AI 技术的爆发啊，我觉得阿尔茨海默症可能也到了突破的前夜啊。那第5条啊，也是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的啊，就这篇论文，是由这个 Monash 大学的 Stephanie Yaloora 博士和 Lachlan MEPI 博士啊领导发现的，发表在这个 Neurology 期刊上。他揭示了这个睡眠规律性和痴呆风险和这个大脑这个灰质体积之间的关系。这个睡眠紊乱啊和是多种健康问题密切相关的，包括心血管病啊，这个痴呆症等等。然而呢，这个睡眠的规律性啊，就是日常睡眠觉醒模式这个一致性，它是否和痴呆发生有关还不是很明确。那之前的研究啊都集中在这个睡眠时长和睡眠质量上，而对睡眠的规律性关注比较少。那么通过呢这个论文啊，对英国生物银行88094名参与者的数据分析呢，研究发现啊，睡眠规律指数就是 SRI 啊，和这个痴呆症风险呢呈 U 型关系，也就是说在睡眠规律性指数的极低和极高值的时候，痴呆症风险较高。另外呢，这个SRI 极端值的参与者啊，在脑部的 MRI 中啊，也显出了比较低的灰质和海马体积，这就表明呢，适度的这个睡眠规律性啊，可能有助于降低痴呆症风险，并且呢，可能成为痴呆症的一个独立预测因子。那研究使用了这个Cox 比例风险模型啊和线性回归模型呢来分析数据，并进行了这个敏感性分析以确保这个结果的稳健性。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啊，睡眠规律性与痴呆症风险和大脑灰质体积存在显著的 U 型关系。这个发现就强调了睡眠规律性在预防痴呆症这个潜在重要性，并且给未来的研究就提供了新的方向，也就是探索改变睡眠规律性是否可以作为预防痴呆症的有效干预措施。看来睡觉这事儿呢，是多了不行，少了不行，乱了不行，太规律也不行。但是对于这个很多行业啊，比如说码农是吧，比如说 YouTuber 睡觉真的是个难题。我呢是最近睡觉又有点不正常了，从这个欧洲回来后2天我感觉时差就调整过来了，但是累真累其实这个累感觉这个2周后还有，时不时的就是困乏，然后白天就睡多了，晚上就失眠，这头大这事儿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6条这个
是关于国内的 CRO 新药研发的龙头企业药明康德的。第6条啊，药康啊公布了它的上半年业绩，看到了吧？上半年的净利润是 42.4 亿元人民币，同比呢是下降了 20.2%。那药康的半年报呢是上半年的营业收入是 172.4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8.64%， 而上半年的净利润是 42.4 亿元啊，同比下降了 20.2%。那公司预计啊2024年的收入呢可以达到人民币383到405亿元啊。那么剔除特定的商业化生产项目，将继续保持正增长，预计增长率呢是 2.7% 到 8.6%。2024年啊，这个公司将继续为投资者呢提供连续稳定的现金分红。这个业绩公布之后啊，药康的业绩呢是有轻微的震荡。实际上呢，药康啊虽然是行业龙头股，但是呢还是被大盘拖累。以后呢就是说想再现疫情期间的那个行情啊，确实是很难了，我感觉啊。我记得某位著名的日本 YouTuber 的太太也买了不少药康股票，不知道他是否还持有啊。那虽然那个药康生物呢是又上了美国的新名单，但是这个影响呢是已经发生了。以后的发展呢，我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啊。当然了，如果药康啊真的倒了霉，那后面几家企业，比如说像康龙化成啊、凯莱因啊，没准能捡个便宜，这也未可知，是吧？我不知道我的朋友里边啊、观众里边有没有现在还在大 A 的血海里沉浮的，如果有啊，评论里边给我们讲讲你的投资故事啊。那第7条呢是关于一个大家可能这个陌生的名词儿，叫啥呢？微电网。其实还很简单啊，就是在传统的输电网络之外，运行的新能源网络。提供者呢就是各个用电企业的这个发电和储能装置。那根据国家电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29号的消息啊，随着江苏溧阳高新区这个创智园内的这个微电网啊，这管控平台这个成功上线啊，江苏省规模最大的工业园区微电网正式投用，对工业园区呢实现清洁能源自发稳定供应具有重要的基建意义。江苏溧阳的这个高新区创智园啊，这个一座全省最大的近零碳指挥啊，这个就是近零碳智慧园区微电网已经开始运行啊，近零碳啊，接近零啊，我刚才念的有点拗口。那这个微电网呢，集成了这个屋顶光伏、储能设备、充电场地，还有这个蓄冷蓄热的这个示范场景，通过统一的这个管控平台啊，为园区企业呢提供稳定可靠的绿色低碳能源。那实现呢，它内部啊就是所谓自制平衡和稳定运行啊。园区呢是充分利用它屋顶的这个资源。一共铺设了 2.8 兆瓦的分布式光伏，那么新建了呢是 0.3 兆瓦的 BIPV 的这个光伏车棚和 1.9 兆瓦的光伏廊道，以增加呢直供绿电能源。在储能方面呢，这个园区配置了2000千瓦啊，这个和3712千瓦的这个集中储能设备，配备了这个灵活的充放和调节功能。那么这个负责人叫李杰，还说呀，这个他们的充电装置啊，充电站是灵活充电的啊，这个价格也是比较灵活的。通过调整这个服务费啊，引导这个电动汽车充绿色电和低谷电，来提高这个光伏的消纳比例。那么这种海绵储存系统呢，它具备绿电存储、消峰填谷这个功能，成为这个电网啊这个友好互动的重要部分。这个微电网呢，一共装了74块这个电能表和456块的这个多功能表啊，构建这种高效的能源数据监测网络。那么他们这个高新区负责人也说呀，微电网的运行呢，每年啊可以节省就是
节俭这个用电成本呢，大概是560万元。减少呢二氧化碳排放呢是1660多吨。那么通过内部的调控和参与这个电网互动啊，获取这个额外的收益。那么预计5年内呢可回收投资成本，每度电的成本啊从 0.85 元下降到 0.65 元，实现呢节能减碳和经济效益的双赢。那这个微电网啊，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这么个阶段。但是中国的这个统计口径啊偏差比较大，大家可以自己搜一下数据啊。我们简单来了解一下美国的情况啊，在2023年初啊，美国呢是安装了692个微电网，总容量呢是接近 4.4 吉瓦。那么在过去4年中啊，超过212个微电网项目，总容量呢超过419兆瓦已经上线。那大多数微电网呢，这些项目啊位于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乔治亚、马里兰、纽约和俄克拉荷马以及这个德克萨斯啊。那最后的一条消息啊是关于苹果的啊。那么在 Apple Intelligence， 也就是这个 Apple AI 啊官宣1个月之后，苹果的个人智能化的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终于开始落地自家的设备了啊。那在美东时间7月29号周一啊，苹果发布了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的第一个版本 iPhone 的 AI 啊。由于这个新软件呢，只在 iOS 18.1 的这个开发测试版中发布，所以呢，只有支付了$99的这个注册开发者才能使用这个 iOS 18.1 的这个测试版。好的，今天跟大家介绍了8条这个比较新的科技消息啊，这个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